大家好，这里是阅见成长，一个记录并分享阅读心得的频道。如果你有觉得值得一看的好书，欢迎留言告诉我。那么，我们开始吧。一个普通人如何在不焦虑、不猜低点的情况下，慢慢变有钱？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？在投资世界里，最容易被忽略的观念，往往才是最有用的。我们每天看到的都是什么？这档股票会不会爆？现在是不是高点？今年还是不适合进场？但持续买进这本书，书名本身就像在跟你说一句很扫兴却很诚实的话：你想太多了，做对一件事就好。老实说，我一开始看到这本书名，也觉得它一点都不吸引人。没有承诺你快速致富，没有教你抓转折，也没有神奇公式，它只是不断重复一件事：尽早买，持续买，不要停。但也正是因为这样，这本书反而让我重新思考一个问题：如果投资真的这么简单，为什么大多数人还是赚不到钱？我们其实不是怕投资，是怕做错决定。很多人不投资，不是因为懒，而是因为太害怕自己做错决定，怕现在买太高，怕一买就跌，怕辛苦存的钱不见。但持续买进里面提醒了一件很残酷却很重要的事：你什么都不做，本身就是一个决定。而这个决定面对的是什么？是通货膨胀。书中用一个很简单的概念说明：假设每年通膨 2%、30%， 到35年后，你手上的现金购买力差不多只剩下一半。也就是说，你今天选择不投资，其实是在默默接受一个长期确定会发生的损失。这时候投资反而不是在冒险，而是在避免一个几乎必然发生的结果。2. 风险不是坏东西，它是入场券。书中提到一个故事，我印象非常深刻。FedEx 创办人在公司快倒闭的时候，手上只剩下5000美元，需要付24000美元的燃料费。投资人不愿再出钱，公司看起来已经没有退路。结果他做了一个听起来非常疯狂的决定，他拿5000美元去赌博，最后赢回27000美元，撑过危机。这个故事不是在叫你赌博，而是在告诉你一件事：当什么都不做等于100%失败时，承担风险反而成了合理选项。投资也是一样，风险不是错，风险是你进入市场对抗通膨的门票。真正危险的是你以为现金最安全。3. 普通人为什么不该把重心放在选股？持续买进对选股这件事，其实立场非常明确。一般人不适合把时间花在选个股上，原因不是因为你不聪明，而是因为现实太残酷。长期来看，真正为市场创造大部分报酬的只是极少数公司，而且你事前根本不知道是哪几家。就算你短期赚钱，也很难确认你是因为判断正确，还是只是运气好。更别说还有一个成本，很多人都忽略了：情绪成本。盯盘、焦虑、后悔、比较，这些情绪会一点一点消耗你对生活的专注力。所以作者的建议其实很简单：与其猜谁会赢，不如直接买整个市场，也就是市值型 ETF。 这背后代表的是一个很朴实的信念：只要人类社会持续生产、持续进步，整体市场长期就会向上。4. 一次买进还是分批买进？答案其实很现实，
这也是大家最爱问的问题之一。书中用大量数据告诉你一个结论：如果你突然有一大笔钱，一次买进胜率比较高。如果你是每个月存钱，定期定额买进，最好。原因很简单，时间站在持续投入的一方，你等低点的时候，市场很可能早就默默上去了，而且就算低点真的来了，你也不一定敢买。所以作者的核心主张其实只有一句话：不要把时间浪费在猜测市场，把时间交给市场。5. 年轻时最该投资的其实不是股票。这本书我很喜欢的一点是，它不会叫你人生所有问题都用投资解决，相反的，它提醒你一件很重要的事：人生早期最重要的不是投资报酬率，而是收入成长率。如果你现在本金很小，就算投资翻倍，金额也有限。但如果你把时间用在提升技能、增加收入，那是可以放大未来所有投资效果的事。投资是在你有一定资本之后，帮你守住、放大成果的工具，而不是逃避现实的捷径。6. 时间才是你最重要却一直在流失的资产。书的最后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比喻，作者说，我们年轻时像成长股，年纪越大越像价值股。年轻时追求成长、累积、尝试；年老时追求稳定、现金流与满足。而投资其实就是让你在不同人生阶段都能保有选择权。如果可以选，没有人会想在60岁那年才开始后悔30岁时什么都没做。读后心得：持续买进不是教你致富，是教你安心前进。我觉得持续买进最厉害的地方，不是他给了你什么神奇策略，而是他拿走了你不必要的焦虑。他告诉你，你不需要完美时机，你不需要聪明过市场，你只需要不要退出，尽早开始，持续投入，把时间拉长。这不是一条刺激的路，但它是一条让普通人在不牺牲生活、不被情绪吞噬的情况下慢慢变有钱的路。如果你正在投资路上感到焦虑、迷惘，我会很真心地说一句，这本书值得你读。